去过电报局吗？以前3个店我去过。听到过里头滴答滴答的声音吧？嗯，那个就是摩斯电码在发报。来，你看啊，简单跟你说吧。摩斯电码是由2个符号，然后通过不同的搭配组成的。短的发音是滴，用点来表示；对，长的用横杠，发音是大。这里是误华，你干什么呀？哎呀，让人看见我和你在一块儿，不就误会了吗？误会？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聪明了？我可不傻，之前我跟你说了武贪慕的事儿，结果呢，他死了。他是被毒贩杀了，因公殉职。啊，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反正呢，像他这样的人都自身难保，那像我这样的，那就更危险了。那你还来？薛探长，前阵子那起街头命案，还没抓到凶手吧？凶手啊，他们是互相残杀，都是凶手。啊，我看未必。哎，我听赌场伙计说呀，案发那天老吴可是从赌场里突然被人叫走的。你猜猜是谁招的他？谁？城市的。仲孙军，请。仲孙军，货已经发出去了。这次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等货款一到，我把钱亲自给您送过去。希望这次别让我等得太久了。四爷，我来是让你帮我认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上个星期，华兴机器厂的宋厂长突然暴死家中，虽对外宣称久病不治，但四爷消息这么灵通，不会不知道原因吧？对一个吸毒者来说，暴死家中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只是他。据我的调查，这半年来，只是上海就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吸食鸦片而暴死。这些货可是从四爷你这儿流出去的。你拿什么证明货是从我这儿出去的？不需要证明，我也不想。今天来，我不过是恰好路过，便提醒你一下。外面可早就传言，说有人为了能够多挣些钱，获得暴利，不惜挖空心思往烟土里掺杂质。能有实力做这种事的人可不多。谁说的？看老子不宰了他！要是真这么容易就好了，是吧，四爷？过去的就算了，不过要是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不管是谁干的，对我们的生意总不是件好事。我不会不管。中村君，
我丁某人绝对不会做这种目光短浅的事情。啊，对了，之前我和你提到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下去。你说的是海洛因？我不熟悉海洛因，我只熟悉烟土。和盛行的谭老板不是一直在跟你们做生意吗？不错，和他相比，我更欣赏丁老板。现在烟土已经过时了，海洛因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弄这个利润可以比现在高几倍，未来可能是10几倍、几十倍。哎呀，利润是很可观，但是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有我们日本人在后面为你撑腰，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等你的回信。哥，他们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要不咱赶紧收手吧。把那批货先发出去再说。好，报告，进。陶站长，哼，我还以为是处长找我呢。薛探长这么忙，我只有找老严才能把你请来啊。怎么，陶站长久等了？也没有，刚刚到。这个是朋友送的，我也不抽，送给薛探长。哟，这可是地道的古巴雪茄，好东西。呵呵，看来陶站长的这位朋友很有钱啊。有钱可以买来雪茄，但是买不来友情。薛探长，你这么忙，在忙什么呀？一来是为了你们屈如森的死，更重要的是为了张家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啊，但也不是没有头绪。虽然张家的案子至今未破，成了悬案，但是张宏泰在死之前一直在与我合作。我们当时为了一起跨国运毒案搜集证据，有人偷偷利用16铺从印度走私烟土和鸦片。因为张宏泰在轮船公司的职务这边，我便请他帮忙，调取进出货物的清单进行查对。可是没想到，还没查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惨遭不幸了，还连累他的一家人。跨国运毒案，会不会是日本人啊？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陶站长的眼睛啊！哪里？华东贩毒网这件事，在我们内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来他们行事比较隐秘，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二来这件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别说是我了，就连南京方面也有几分的忌惮，不敢轻易的去触碰。没想到你们还有不能碰的人啊！哦，对了，薛探长，刚才说到屈如森，他的案子如果查不清的话，就当悬案挂起来吧。我怎么听着这是话里有话啊？我不妨可以告诉薛探长，屈如森的事儿里里外外我都非常的清楚。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他的死让戴笠省了不少事。你的意思是说，立新社想压下此事，让外界尽快忘掉这个人？薛探长，这是你的判断，我可不说。那陶站长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呀？是这样，我想了解
四爷，有人想见谁？你，马天亮。让他进来。四爷，马天亮，从今天开始，没有免费的大烟给你抽啦。怎么还不来呀？朱先生，朱先生，白医生，你快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快看一眼。快点人！等等！哎，准备肾上腺素。好。哎，在哪儿啊？小车上的药盒里。快点！马上。关掉报警。好。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把病人挪到轮椅上。朱莉，白医生，
刚刚真是太危险了，幸亏你在。你不是医生，你还这么粗心，你会害死人的。我是想等蔡良来的，可是他不是随时都能来的。对了，你怎么来了？我是看见你过去我才过去的。一个冒牌的医生，随时都有可能把病人给治死。你担心我啊？小三，小三，哥带你出去借路，好吗？四，别回家了，我只是想带小四出去把毒给戒了。四，别！蔡医生，蔡医生，哎，苏院长，你赶快准备一下，有急诊要出诊。这是什么病人还得急诊？直接让他过来不就好？电话里病情说不清楚，再加上病人不太方便，你赶快啊！不方便让小韩接嘛，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已经答应他们了，你一定要去。哎。苏院长，我觉得要不然还是让朱莉陪我一块儿去，这万一病人的病情很严重的话，也好有帮手。你知道他最近遇到那样的情况，身体还没恢复呢，他去不合适。但是人家对方对你的医术早有耳闻，点名要你去的。苏院长，我就是觉得呀，我好歹是一个衡山医院的医生，这大半夜下这么大雨，叫我出诊我就出诊，这我也太那个，而且我这还没睡好呢，我这医术他会。蔡博士小韩会送你去。那地址我已经告诉他了。苏院长，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小乔临时有事儿，我替他值班。那是蔡医生吧？这么晚了，他去哪儿啊？有个急诊病人需要出急诊。
前后还2辆车跟着呢，这么神秘啊？不对，情况有点不对。哪儿不对啊？感觉不对。我刚才也做噩梦了，我也觉得不太对。要不然咱们回去吧。来不及了，现在只能往前走。完了完了完了！放手！蔡坤，这是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但我估计咱们俩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啊？不，这，在你座位底下有一个小药瓶，拿给我。这个啊？对，就是它。你要干什么？没什么，这氰化钾给我自己准备的。天明，如果万一我出不去的话，你一定想办法出去。哎，不是，你凭什么认为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活着出去啊？啊，我这是要被你害死啊！我也不确定。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还有可能是我留下来，你活着出去？都有可能。我告诉你，蔡立坤，你要是敢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的话，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说话你别当做没听见。你现在不是考虑做不做鬼的问题，是考虑咱谁能出去的问题。没事，别说，马上到了。别慌啊，有我。有些情况你要先了解一下。请讲。 5年前，日本军方在东北的哈尔滨市平房区秘密建立了一个生产滤水器的工厂，对外的名字叫做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病人和日本军方有关系啊？据我们前方的情报人员秘密调查后发现，这个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并不是只是生产滤水器的工厂，那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更为奇怪的是，每天都运送进大批的中国犯人，而且只是有进无出。说是工厂，其实更像个监狱。由于那里的看守极为严密，再加上这几年日本军方对东北的占领越发的牢固，这个神秘的工厂始终是个谜。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希望二位一定要严格的保密，绝对不要说出去。 您说，为了搞清楚那里的情况，国军17路军少尉吕忠玉自愿带着5个士兵，先后以工人的身份进入那家工厂，替我们秘密调查。1周前，吕少尉逃出工厂，紧急地联系到我们，我们安排他回到了上海。今天早上，他突发高烧。
王先生，如果是发高烧这种症状的话，好像随便一个医院都能缓解吧？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一些大费周章啊？于少爷的情况恐怕有些特殊，他为了调查实情，偷偷的闯进一家实验室，发现那里好像是日本人研究细菌的中心。他们在用中国犯人做着什么实验？用活人做实验？是。由于少尉进过实验室，我们判断他的感冒可能是由于实验室的细菌引起的。先生，虽然我说这句话有点不太合适啊，但我是一个外科医生，细菌这方面真的不是很擅长。蔡医生，各地的细菌学专家正在往这里赶，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经验的医生密切的关注少尉的病情发展。上海的各家医院我都筛选了，你最有优势，故此我特意向苏院长连夜的提议，这就是他把你派来的原因。湖北里昂医学院曾发函核实过你的身份，这份发来的简历要晚到。知道了。咱们必须第一时间对它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血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想想，这个细菌一旦传出去，上海300万人口都有可能被传染。那是什么？那是灾难。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你想过没有？我马天明就是一个普通的孤儿，你让我去对300万人负责，我负责得起吗？可是我是一个假医生，我哪会治什么细菌啊？我真有真刀真枪上的话，陶生海他们就发现了呀！你说让你去，我去，你怎么去啊？
昨天李少尉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没想到这么快。哦，对了，蔡医生，你怎么看？根据患者的体表来判断的话，应该是急性的传染病，但如果要确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检测。蔡医生，各地的细菌学专家可能晚一点才会到，这件事现在只能拜托你了。承蒙陶先生这么器重，我自当是全力以赴。但是你也知道啊，我在法国学的是医外科，对于这个传染病学啊，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啊。我觉得，要不然您还是再先生，我知道现在不应该打断你们的谈话，但对这件事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现在还不到你说话的时候吧？我觉得蔡医生不应该进去。为什么呢？你想啊，如果说蔡医生现在贸然进去的话，万一被感染了，是没人替代他的呀。而且他在里面也不方便查阅资料啊。可是蔡医生不进去的话，谁对病人进行治疗啊？我可以替他进去。你不是四周伤吗？还会治病啊？他之前在澳洲的一个小型种植园工作过。是新加坡。陶先生，我在新加坡的一个种植园里干过3年，主要从事的就是新型植物的培育，所以对一些基础的生物学知识我还是了解的，而且像注射、测量之类的这些我都会。可是我记得你不是失业了？是，但这段我恢复的特别好。医院的白医生说，尤其像我这种病，在遇到一些大事件的时候，受到刺激，他就能记起好多的往事来。可就算这样，你还不是个医生啊？是我是不是？但是您可以当我是半个医生用，我可以起到一桥梁的作用。我现在需要的是医生，专业的医生。蔡医生，你怎么看？要不然这样吧，陶先生，我们在隔离区里边放一台电话，等韩城进到隔离区之后，我就通过电话对他进行指导，由他对病人进行治疗。这样好，陶先生，行吗？蔡宇坤，你想好了啊？你这是去送死，你比我更清楚。别那么悲观了，有病治病，要不要我们医生干什么？医生怎么了？医生就是程正元那样的。我对我自己的专业很有信心，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在外面配合。你这进去了，还能出得来吗？
喂，里边情况怎么样了？病人情况很糟糕。什么？李少尉发病时间至少超过20个小时，所以细菌已经扩散到身体各个脏器，而且有初步诊断。他感染的应该是传染性极强的细菌炭疽。炭疽？啊，那个，你先这样，按照我之前跟你说的，先给病人进行这个清雷。喂，完成。喂，安成。什么情况？陶先生，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撒什么谎？你之前跟我说病人是今天早上才出现高烧的现象，但是根据韩城的推断，他至少已经发病了20个小时了。是这样，确切的说，他是昨天晚上开始发病的，但是我们只是以为是感冒引起的肺炎，并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早上突然严重起来。你既然要找我来，你就要把病人的病情详细的告诉我才行。你知道隐瞒病情的后果是什么吗？